有一个比拿到 YouTube 10万订阅奖牌还要开心的是这个。嘿嘿，我是 Jerry。对很多想要到海外工作的人来说，新加坡、中国大陆、美国都是很不错的热门选择。命运安排我刚好在这几个地方工作过，各地的薪资、税务、年金、社会保险不尽相同。究竟到哪里工作可以存比较多的可支配收入呢？想要到海外工作的朋友们，请不要错过这集，一定要看完哦！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实用的参考资讯跟细节。喜欢这类干货分享的朋友们，请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！我在台湾念完硕士，在台湾 HPE 工作了1年之后，2017年就离开台湾，在不同地方工作至今6年了。比起所谓的海外高薪，走出台湾对我来讲更吸引我的是探索世界。主要是觉得人生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世界那么大，如果不走出去看看的话，多可惜啊！看过我第一支影片，或者是我再次入职苹果的那支影片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原本其实是已经打包要去欧洲念书的，结果当年26岁的我到了中国苹果工作，接着又来到了新加坡和美国。回首这6年，我很高兴能够在世界不同地方结交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们，意外的收获和淬炼出不同的价值观跟世界观。我很相信点进来看这支影片的你们，可能是冲着要公布薪水来的。我并非鼓励要跳槽或者是一定要走出台湾，台湾有台湾的好，但是我希望用我的经验给大家做借鉴，彻底认识不同地方的薪资结构，还有可支配所得，以及你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跟取舍，重新思考出国工作是不是还是你想要的。这集主要是在海外各地的薪资结构，我可能会再分其他集聚焦在可支配所得、不同国情的生活体验和工作文化差异的迷思，以及这些对我个人的价值观的改变跟提升，以及如何申请到不同国家工作的秘诀，并且回应这些年来也有很多朋友问我的台湾那么好，为什么不回台湾呢？如果你觉得这是有帮助的内容，请不吝给这支影片按赞哦！就像 IT 男神 Terry 所说的，点赞只需要花到你0.69秒的时间，这样我才会有动力继续产出这些干货的续集哦。从2012年开始在微软实习所结下的缘分，对外商科技业都一直抱有无比的热忱。但是对于当时商学院的学生来说，毕业那年对于去宝桥佳品 P&G 或者是联合利华 Unilever 工作来说也是有憧憬的，对于行销和供应链也是很犹疑不定。我之前也做了一支影片，完整分享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心路历程跟挣扎，还没看的大家请回去复习一下哦。也由于大学的直属学长一毕业后就去 HP 工作，而且听学长说月薪6万，年领13.5个月，对当时商科硕士生毕业的我们来讲，其实是很好的选择。而且听说大家工作非常弹性，10点上班，5点下班。那是因为有时候要 night call， 骑 U-Bike 到公司只要7分钟，那可是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选择。听说工作做的能见度跟影响范畴是很大的，毕竟 HP 在 N 年前把半个研发总部、产品总部跟供应链总部放在台湾，加上一些不能选 P&G 的个人因素，我就在 HPE 惠普企业做了1年多的新产品上市计划。我在2016年那时候的薪水1个月有5万6，保证有13.5个月，分为9月的时候中秋礼金半个月，以及12月的时候的年终奖金1个月。另外，基于你的绩效跟公司表现状况，也可能会有3% 左右的一个绩效奖金，这样算下来的话，1年有77万9千的税前收入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台湾要付劳保、健保跟个人所得税，分别是2.7% 跟3.1% 左右。这样算下来的话 ，total 应该是73万7千左右的税后。综合来说，在 HPE 工作 CP 值还是挺高的。而且我在12月尾牙的时候，还幸运抽到了当时价值大概4万元左右的 iPhone 7 Plus。2017年初，因为捷青团去了人生第1趟的大陆巡骑，拜会了民革党中央，走访了3个省份之后，在2017年的夏天，我拿到中国苹果的机会。很多人说中国大陆的税务加上社会保险，也就是俗称的五险一金之后很重，每个月的薪水零零总总可能30到40% 都不见了。但是你知道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说五险一金吗？你知道身为外籍人士，你还可以在中国大陆申请税务减免吗？你知道在登出中国大陆以后，社保还是可以拿回来的吗？可能到最后交给政府连15% 都不到。所谓的社会保险是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跟生育保险，而
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，五险一金中的工伤跟生育保险是由雇主全额缴纳，剩下的三险一金是由雇主跟雇员一起共同缴纳。而如果你登出中国大陆的话，能拿回来的只有养老跟医疗保险，也是最主要的部分，而且退回只能够拿回个人缴纳的部分，但是公积金呢能够退回公司跟个人缴纳的两个部分。我在2017年9月加入的时候，月薪是2万元人民币底薪，而基本是保障13个月，也就是中国大陆所谓的13薪，是在12月的时候发放。另外公司还有补贴我10% 的 housing allowance， 还有15% 的 city allowance。 为什么会有这15% 呢？ HR 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让我选择成都、重庆或上海，他有跟我讲说如果选择重庆或成都的话是会有多15% 的，郑州还可以拿25%，这是所谓的 city premium 城市加级，可能是为了吸引人才去到2、3线城市，而这25%呢都是乘以12个月给到我，一年也有2000元人民币的健身房或者是私人教练的补助。而每年绩效评估之后呢，老板也会跟你讲说你今年能够拿到多少的 bonus 现金奖励，这通常是底薪13薪的大概8% 左右，也就是大概1个月左右的一个底薪。另外加入 Apple 或者是很多美商科技公司都会有 ESPP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rogram， 也就是优惠购。而苹果的这个政策呢，是它会每半年取开始点跟结束点比较低的那个价位，再打85折帮我们买入股票。而买入股票的钱呢，是从每个月的底薪之中去提拨的，最多只能提拨到10%。打个比方来讲，如果7月的时候股价是100元，在6个月之后涨到了114元，涨了14%。你在1月之后呢，我们公司会就这半年所存的每个月的10%，帮你用这一笔钱以85元的价格去买入股票给你，这样子其实你就赚了29%。基于苹果这些年来的表现，每半年都有一定的涨幅，再加上这个85折的价差，我每年赚取这个价差是大概是年薪的 3.4% 左右，这部分也是要课税的。另外公司还有帮我们存养老金 6%， 是直接存到我们的养老金账户的。而在股票的部分呢，每年的 performance review 完，老板也会跟你讲说你今年会拿多少新的股票，那这个股票呢通常是分4年给你，每半年拿1/8等份，那4年可以领完。而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，大概2、3月左右吧，我们的执行长发信了给全部的员工。Tim Cook 在这封给全球所有员工的信中写了，为了感谢所有员工的辛勤努力，他决定给主管级以下的员工们一人发2500元美金的股票，真的是雨露均沾啊！因为我在签约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跟 Apple 拿股票，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份从公司那边拿到的股票，所以这边才会特别打一个星号，因为这个不是在正常的绩效评估周期拿到的。这样林林总总算下来呢，第一年在中国苹果的税前年薪是38万5千人民币，而刚刚提到需要由雇主跟雇员共同缴纳的三险一金也列在这里了。三险的部分这样加起来大概是 10.4%， 而住房公积金呢，有些雇主就会选择直接给现金给你，那苹果呢就是当时是直接给到我现金的，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10% 的 housing allowance。 而税务的部分呢，其实我本来要缴14到15% 左右的税，结果我只缴了11到12%，这就是刚刚提到的，身为外籍人士，我们在那边租房的租金跟每年回乡的机票是可以拿来抵税的。而当时我也感谢我的房东愿意把水电气、物业费、清洁费等等的包进这个租金里面，到头来所以我的税率大概 total 省了 3% 左右，所以这样一年到头来社会保险跟缴给政府的税 total 可能才21、22% 左右。而我第一年照这样的年薪去算的话，我的税后年薪应该是31万8千元人民币。而在每年的 performance review 之后呢，大概是9月、10月左右，薪水都会调涨。总体经济来说，中国大陆的 year over year 的这个涨幅还是挺可观的，可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、通货膨胀，大概平均的涨幅都有 7% 左右。所以我在第2年中国苹果的薪水底薪来到了21384元。而在2018年9月底做的那一次 performance review， 我也从老板那边拿到了7000元美金的 RSU refresher， 也是分4年给完，每半年拿1/8。这样子我的税前收入呢来到了44万2千元左右人民币，税后的部分呢大概是36万2千元人民币。在2019年的9月左右，我的薪水又涨了另外的 7%， 来到了底薪22881元。这次拿到了3000元的 RSU， 也是分4年给完。当年的景气可能比较不好，
所以导致税前税后呢跟前一年是差不多的。不过这些都还没有考虑 Apple 股票有一直在涨的这个趋势。其实这段时间拿的$12,500的 RSU 到现在应该是涨了3-4倍了。而且这些年呢，我都有确保每个月提拨10% 的底薪乘以13个月，用这样的金额去优惠购股。后来同事跟我讲说，当时你negotiate薪水的时候应该要跟 HR 要 RSU 的，我应该是被 lowball 了，因为他就有特别跟 HR 要求股票 ，HR 才又重新修改了 offer， 重新给了他股票的部分。各位如果要跟外商negotiate薪水的话，请别忘记有股票这部分哦。另外，中国苹果也针对外籍人士有特别的福利，也建议大家在面试的时候问问有没有类似的福利。甚至外籍人士的小孩从小到大到高中的学费75% 都是可以报销的。很多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香港的同事们都携家带眷来中国大陆工作，从小让小孩子上当地最贵的国际学校。另外还有高额的医疗报销，来补充社会保险里面医疗保险的不足。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看病、住院、动手术都可以 cover。甚至如果你想要变性的话，公司也可以 cover。在职进修的话，比如说上夜间部啊，或者是在职 MBA， 或者只是外面的电脑课，一年也可以报销$5000的样子。最后这两个福利呢，不是外籍人士才有的，应该是所有员工都有的。大家都想说要快速存钱的话，要去新加坡。由于新加坡是很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，在中国苹果一直在全球生产角度来讲的我，一直缺乏区域乃至国家通路经销商这个 level 的一个能见度，需求规划怎么做。所以2019年申请到了新加坡，在2019年11月加入新加坡苹果的时候，因为公司的政策关系，跨国转调的话，职级都是不能动的。当时 HR 就说，以一个在苹果已经工作了大概2-3年左右的一个 candidate 来讲的话，他大概会 match 给我什么样的薪水。所以我在19年11月进入新加坡苹果的时候，底薪是$7800新币，一年 bonus 大概领个8% 左右。ESPP 所得到的这个价差的福利呢，在这几年间也有4.6% 的水准。而在养老退休金的部分呢，我提拨一点点，公司也会 match 一点点，直接送给我，都会存到我的银行账户。那它是一个特别的退休金账户，叫做 SRS Supplementary Retirement Scheme。那当时新加坡苹果在第一年帮我提拨的部分，大概是年薪的3.3% 左右，所以我的税前年薪来到了108000新币。新加坡著名的是高收入低税负，total第一年交给新加坡政府的只有大概5.4%，所以我的税后收入呢，其实还有102000新币左右。而新加坡的经济体呢，比较类似于台湾，是比较成熟稳定的经济体，所以 year over year 的这个年薪涨幅呢，也落在3%、4% 左右。所以我第二年的底薪来到了8075新币。我在2020年9月的 performance review 那个 cycle 拿到了$10000的 RSU， 一样是分4年给完。税前年收入呢是137000新币，扣掉大约5.7% 的税之后，税后年收入呢大概是129000新币。新加坡比较不同的是，在新加坡的公司呢不用预扣薪水给政府做缴税的用途，只要员工在报税季节的时候有缴纳就好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给新加坡政府缴费，你还可以分期付款哦，太佛了吧，波波！他每个月呢也不会扣复杂的劳健保或者是社会保险，所以每个月呢都是实拿。另外 SRS 是刚刚说的公司给外籍人士的补充退休金计划，这个具有税负抵免的效力，每个月提拨的这部分的钱其实都是免税的，都算是免税存钱。在这个账户里面，我还可以选择去买一些共同基金啊，让它利滚利之类的。但是要注意哦，如果没有满10年就离开新加坡要解除这个账户的话，是要缴罚金给政府的。而美国的话，个人所得税会课得更重，加上医疗健康储蓄账户或者是退休金的提拨，加上10% 月薪都拿来优惠购股的话，最后拿到手连一半都不到。在中国工作不升职的前提之下，可能 year over year 可以涨个7% 左右，而新加坡、台湾或美国可能只有3到5%。根据数据统计，中国大陆的平均薪资或者是中位数其实还是比台湾低的。但是为什么总是会听到身边有朋友在中国大陆赚很多钱呢？首先要能赚到那样的钱，你要先拿到那样子的 offer， 能拿到那些生长在台湾的你有竞争优势的 offer。而台湾人在什么产业会有竞争优势呢？我是有听过朋友从台湾去中国大陆做医美业务的，赚得不少。不是各行各业的台湾人到中国大陆都能以同等职能赚取高额的薪水。到新加坡工作的你又有什么竞争优势呢？新加坡虽然高薪低税，但生活成本又如何呢？可支配所得的计算就是你必须考虑的问题了。我知道这集因为篇幅的关系，只带到了3个地方的薪资结构。想知道关于美国的薪资结构，或者在不同地方的可支配所得，甚至如何申请找到海外的工作机会，请务必帮我留言按赞哦。如果能用 Super Thanks 超级感谢功能来抖内我的话，我会更有动力的加速更新这个系列哦。坦白说，虽然这集都在讲钱，但是我很期待可以跟大家分享在不同国家的生活体验跟人生际遇，还有不同的价值观的洗礼跟淬炼。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开箱
箱 Apple 寄给我的到职5周年的纪念大礼。来开箱，这个其实在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送到我家了，结果拖延症发作到现在10月了才来开箱，但还是蛮期待的。那好美哦！给员工的入职5周年奖牌的包装竟然也是那么的讲究，设计结构都非常的别出心裁。后面还有一个立架，真的是非常开心收到这个有 Tim Cook 执行长我们老大签名的5周年入职奖牌，这可是我青春的岁月啊！过去在中国苹果、新加坡苹果，还有现在的美国苹果，高兴可以认识很优秀、又聪明又善良的同事们。也由于待过这3个地方都属于同一个大部门，其实都已经互相认识彼此了。透过我实际转调到不同的地方，跟他们面对面的共事，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子的体验。也很感谢 Apple 给我这个机会成长跟茁壮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